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 FC 平台的经典游戏《超级间谍猎人》。这款游戏是1991年太阳软件出品的，整体的游戏流程基本上都是在开车，这个我比较擅长啊。那游戏的基本操作方面，上是油门是加速，下呢是减速刹车。道具方面呢，分为红色的道具以及蓝色的。红色的呢，基本上是增加车的性能的，包括 P 增加武器的威力， R 是加速，增加射速， L 呢是增加4格的血上限，并且恢复满你的血量。C 呢是跟踪，如果你再吃一个 C 的话，那你的跟踪效果会消失。所谓的跟踪是这样的，是咱们的副武器，也就是那个小炮台，它自动调整射击的角度。但是呢，在一些场景，这个自动调整射击角度的速度稍慢一点。如果是顶级的玩家，可能是不吃这个道具的，因为它手动调整的比自动调整的更加的精准。但是我一般是吃的，因为它是一个懒人模式嘛。你吃到了 C 之后，这两个小炮台就自动的射击。还有一系列的道具是蓝色系的道具，它呢是你的副武器，包括有4种。T 呢是尖刺，刚才咱们吃到了，伸出尖刺。想要撞你的车，你就会扎到它，有一定的防御的性能。还有一种是 B， 是清屏，全屏的闪光攻击，这个也是最好用的。O 呢是在地上撒油，这样敌方的车辆踩到之后会打滑。好，这里是第一关的 BOSS 了。这个游戏的 BOSS 都不算难，把后面的车厢打爆，里边装着飞机。对，还有一个副武器是把咱们这个小炮台放出去。这关好像也吃到了，也放了吧。咱们开场是4滴血，现在呢已经是8滴血了，因为吃到了一个 L。那每个 BOSS 打完之后还会再给一个，这样本关咱们就会把血量最大值上限升满。第一关过关了。游戏的长度呢是6关，但是呢第5关的流程比较长。第5关到那时候再跟大家说吧。我对第5关的整个流程呢，虽然玩起来比较爽，但是我是有疑问的。等到了那里再给大家介绍。好，咱们的武器应该已经升满了。本关的场景呢是沙漠戈壁。一会儿前进的时候呢，有流沙，水平的流沙会改变你的车辆的方向。另外呢，还有流沙坑。流沙坑，如果你陷到中间的话，一次性是扣4点血，这个非常的伤。无论付出多大代价，也不要陷到流沙坑里面去。这种水平的还好处理。吃到的这个是个6吗？那使用这个6的话呢，咱们的这个小炮台就飞出去了。哇，这里也是有公路的。咱们吃红色系的道具的时候，它也有加1滴血的功效。B 吃了一个闪光，吃闪光之前呢，我就把6放出去了，因为这款游戏呢，副武器槽只有一个，在左下角。吃到了呢，它就闪烁。好，就是这里。这种流沙坑你经过的话，需要向反方向拉方向，其实挺危险的。有子弹的话，咱们宁愿撞子弹，也不要掉到流沙坑里面去。这个 T 就不吃了，咱们有一个清屏，一会儿给大家演示一下。但是这个清屏啊，非常闪眼睛，我还是少用吧。有偶然的情况呢，你可以连续使用2个 B。就是咱们现在有一个，然后又打出一个，吃之前呢咱们放一个，吃到之后连续再放一个，真的是闪瞎眼啊。
好，到这儿呢，离本关的 BOSS 就应该不远了。这个 C 我没吃，之前也给大家介绍了，如果再吃的话呢，我的跟踪的效果就会消失。好，放了一个 B， 还可以吧，闪动的时间比较短。这是第2关的 BOSS 了，这个 BOSS 非常的大。我把这个 B 也放了，跟他拼了。这个游戏的 BOSS 一般都可以拼死的，这也是我最喜欢的运动了。和 BOSS 刚正面，好，这样已经打完了。你看这个 BOSS 啊，他都已经挂了，还能撞我，把血量补满，这样过关。除了第5关之外，其他的关卡的流程都不算长，大概3分钟左右。其实这也是像这种带有竞速效果的，毕竟这个屏幕啊，卷轴移动的比较快。小的时候玩这款游戏呢，我有的时候会看错，就是我感觉，哎，是不是我现在在倒车呀？甚至有的时候感觉我的车是不是没动啊？就是这个卷轴的效果造成的。好，我现在在公路上撒油了。这样敌方如果有那种赛车的话，踩到它就打滑了，撞到屏幕边缘就挂了。而且大家注意啊，这里我走的都是分支路线，走的右侧。第1关的话其实无所谓的，第2关和第3关最好是走右侧。左边的话应该是无限循环的。可能当年很多小伙伴就卡在这儿了，而没能够通关。这里有一个选择，那我理解呢，左侧是环城高速公路，右侧呢是出城的。或者呢，你就是下错口了呀。好，我被火焰击中了，掉了一滴血，但是我又吃到了一个道具。这个油罐车它的油桶爆出来之后，你如果打炸了，它就变成火了。啊，像这个地方，可能有的小伙伴呢不太适应这种快速的移动的卷轴，感觉眼花。那我的方式啊是这样的，我的焦距就集中在自己的车上就完事儿了，余光呢扫着上面的道路的前进方向，它要往哪边拐了。两侧的东西我就忽略啊，不看。大家可以试一下。啊，这款游戏制作的水平真的是比较精良。那你像日软的话，可能很多小伙伴也比较了解了。它的游戏呢，都基本上一个特点，首先呢是操作感稍微弱一些，几乎它制作的所有游戏，你感觉人物都有一点打滑。包括本作，甚至还有星际魂斗罗等等，就你操作的时候感觉你操作的目标有惯性。那第2点呢是它的画质中规中矩，还是比较不错的。系统方面一般都比较丰富，你像本作的主武器系统、副武器系统等等，然后调整枪口的方向，这是一般的 FC 游戏绝对不会给你制作这样丰富的系统的。另外它的音乐实在是比较顶级啊。这关呢我就和 BOSS 拼命了，大概拼了1半的血，把这个 BOSS 拼下来。边上的东西不用管，咱们就打它中间，向中间射，射完之后露出弱点继续射，射爆了完事儿。好，第4关，第4关有一个特点啊，就是咱们的刹车没用了，刹车坏了，速度呢无法调整。那速度调整在后面有的关卡呢是有大用处的，你不会的话呢，你是无法通关的。可能当年很多小伙伴不知道这个要素，就是上是加速，下是减速，导致后面卡住了，没办法通关，这是很可惜的啊。本关应该是高速公路了，其实呢也是地面有一点打滑。
这些道具呢，我注意不要吃到 C 就可以了。这地面是冰面还是镜面啊？我开始刮风了，那应该是冰面。我的这个币还在留着，左下角在闪烁，咱们状态还比较满。第4关的流程也不算长，最长的就是第5关。第5关可能会给大家剪掉一段。我一般是不会做这种操作的，但是为什么做这种操作呢？到了第5关再跟大家说一下吧。后面不断的上车啊，幸亏呢咱们有跟踪，没有跟踪你就需要手动的调整。但其实如果打速通的话，还是需要手动调整的。啊，这里跳跃，看咱们跳得多高啊！啊，一会儿落下来，落下来的时候记得调整，落到这个路的当中，不要落出去了，落出去就没了。这真的是啊，大家这次看见我开车开多快了吧？都起飞了呀，开到了298迈。你98肯定是飞不起来的，你起码得来个298的。继续跳，这里啊以落地安全为第一要务，就是如果子弹打你的话，你可以不用躲，因为这款游戏的补给是非常丰富的，游戏的难度呢也不高，咱们就避免这种被秒杀的状况出现。如果你落在外面，一条命就没有了，挂了之后再想重新的攒武器就很困难了。好，又起飞了，这里要起飞几次啊？5、6次吧。我就很好奇啊，你一个车，你是车速快，你起飞了，但你在空中你是怎么操作方向的呢？我也没看他使用什么氮气加速之类的。好 ，BOSS 战，这个 BOSS 呢会秒杀啊，中间他射出来的激光碰到呢就爆了，一管血啊。咱们打他呢，在下面和上面把他这个激光给拆掉，拼血就完事了啊。好的，拆完之后呢，它会进入一小段时间的无敌。咱们打中间的弱点，向中间射。好在它左右移动的速度不是很快，而且呢也很脆，中间是个弱点，咱们可以很轻易的把它中间射爆。后面它还会再出现一次的，那次就比较难处理。好的，前4关过关了，开始第5关。第5关的游戏的要素是最丰富的。你看，一开始咱们出场呢是开船了，那一会儿呢咱们要上陆地，继续开车，开完车之后，后面呢是开飞机。那也就是说，本关海陆空3个要素集齐了，并且呢，本关的流程超级长，10分钟以上啊！前面每关，包括后面第6关都是3分钟左右，这关10分钟以上。其中最拖沓的部分呢是打飞机那一段，时间非常的长。好，在海面的话，这里这个水雷是秒杀的，撞到就秒杀，非常难。所以说，最好呢背板，不背板的话呢就需要小心了。第一要务就是躲这些水雷啊，如果有其他人攻击你，往上撞都没问题。后面的血还会补回来的，主要是这个水雷一定要躲开。躲开的话，第一是不要躲像这些敌人打你，第二呢不要乱动。见到水雷之前不要掰方向。好了，上路了。上路之后，过一段呢就要开飞机了。你看这款游戏啊，既可以开着车，一会儿呢又可以打飞机，双倍快乐呀！这谁顶得住啊？这种油罐车其实还是很难处理的。你说打它也不是，不打也不是。我放了一个 T， 一会儿他把这个油也放了，没什么大用啊。捡到了一个油。好，放了，因为打出来一个闪光啊。
好，那个车打滑，自己撞爆了。好的，这里开始呢开飞机。那为什么本关的流程非常长呢？因为它是3个要素嘛，海陆空。我想可能是这样的，制作组呢最开始可能是这款游戏想做8关，第5关呢，你看3个部分，海面是1关，陆地是1关，然后空中是1关，所以说空中这个流程真的是比较长，一共你大概要在空中飞8分钟左右。如果本关分成3关的话，就比较合理了。时长方面，包括这款游戏还有个细节，就是你从船变成车，从车变成飞机的时候没有切换动画。如果是分成3关的话，这就好解释了，因为你每关的话开始就是这个状态，结束也是这个状态。所以我真是觉得本关可能最开始开发的原案可能是3关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整合成了1关。本关敌人就这些种类，带大家见识一下吧。一会儿呢会有一个精英怪吧，一个大飞机。尤其打这关的时候，我感觉在打1945啊。咱们中间的导弹呢是跟踪的，如果咱们再吃一个 C 呢，它就会失去跟踪的效果，但是看起来更强力。一会儿出一个精英怪，咱们把它干掉，然后呢我会剪掉大概3分钟左右的内容啊。为什么剪掉呢？因为这里确实比较拖沓。第二呢，这个场景可能是整个游戏最简单的场景了，咱们开着飞机不受空间的限制，上下左右都随意。好，剪掉了一段，那场景切换了，空中出现了很多的陨石，咱们是不是在追一个航母啊？那这款游戏的剧情呢，就是咱们要消灭敌方的超级武器，剧情非常简单了，早年的 FC 游戏也可以理解。尤其每关过关之后，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剧情的交代。这里给了非常多的道具，但其实我觉得这个给道具的部分应该放在水面之后，因为水面那里是比较容易掉血的，这里无所谓了。而且水面那里万一你撞爆了一次之后，你想重整旗鼓的话，你需要大量的这种红色的加强性的道具，所以这个补给的位置啊，我感觉安排的也有一点问题。反正本关呢，你就感觉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关卡。BOSS 战了，这个 BOSS 也非常的恶心人啊！他平时呢全身是无敌的，包括他的这些小炮台，发射跟踪导弹的这些炮筒也是。咱们要等到他把他的核心露出来散热的时候再打。这关打这个 BOSS 的时候，这个子弹我其实懒得躲呀。它的核心露出来2次，咱们就可以把它打爆。就是中间这里啊，还要躲这些子弹，非常麻烦。很多时候我就不开枪了，我怕造成拖慢啊，这个流程就更长了。其实开枪的话呢，更有利一点。这个屏幕慢了就是子弹时间啊，咱们更好躲子弹啊。好，它的核心出来了，在散热，你看在冒烟啊。大概2次才能把它打爆啊！我贴得太近了，已经撞上了。那大家注意上面啊，这个飞船不知道为什么还配置了破坏球这种武器，这种纯的物理攻击，他就不怕轮着砸到自己吗？迷之设定啊！那其实有很多动漫游的作品有这种迷之设定，大家想一下，初代高达。是吧？跑到宇宙作战，甚至还轮他的流星球呢。好的，打完，这样过关了。等一个 L， 好吃到，这样呢还剩1关。最后一关很有难度，
有不止一个地方是秒杀的机关。开场这里呢，咱们已经能够轻松的应付了。那刚刚屏幕的上边看到了油罐车的屁股，但是呢，它从下面刷新了，这就是红白机的游戏的机能造成的呀。很多游戏甚至你在屏幕的左边它是画屏的。好，这里咱们要停车，我的刹车真的好用了一回。一般情况下我的刹车都是坏的啊，车速非常的快，但这里没办法了，你如果不刹车的话就掉下去了。这是第一个秒杀的陷阱，这个地方还算好处理。一会儿咱们要面临第二个。第二个呢是起跳的部分，这个起跳的部分跟大家说一下，你不可以用最快的车速来跳，你只能降低一下车速，这样呢你才不至于飞过去之后啊直接掉到坑里，你才会落到陆地上。这个地方算是第二个秒杀的机关吧。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游戏啊把这些最难的地方都放在了最后这关，导致最后一关的难度明显比较高。就是这里啊，这里咱们最好呢挂3档啊，不要挂4档，就是车速不要最快，这样呢才不会跳过头。这个地方撞子弹就撞子弹了啊，无所谓。咱们血量比较多，补给也很多。又是跳跃的地方，不要跳到外边去。好，这里地上这个眼睛啊，不要碰，碰到了前面的电网就开了，撞上就是一条命。但其实这里是可以背板的啊，它是3个在中间，然后1次在两边的，背板就可以了。好的，最终 BOSS 战的环节了。这里呢需要打3个 BOSS 啊。首先咱们打这个 BOSS， 这个之前咱们第2关打过了。不知道为什么日软做到这儿呢，开始了他的卡普空行为。BOSS Rush 环节，也叫做受害者大会。但是呢，这次他们可是比第一次出来抗打多了，尤其是下一个 BOSS 难度比较高。下一个 BOSS 就是第4关的那个。我愿称之为本作最难 BOSS。能把这个 B 放了吧？好的，把它干掉了。开始本游戏最难 BOSS。这个 BOSS 我建议啊，拼命把它拼下来，但是不要拼得太狠，因为它的激光呢是秒杀的。所以说咱们在拆完激光之后可以和他拼命。我撞到了无所谓，只要不被激光打到就成。还有一小段时间无敌，好，从中间射呀。但是呢它中间啊比较紧，你看非常窄，而且你射的时候呢，它一直在动，而且动得很快，导致你很难瞄准，这就是这个 BOSS 的难点所在了。但是咱们也可以贴得紧一点射呀。好的，干掉了。那这款游戏呢，就算是通关了吧，因为最终 BOSS 是最菜的啊，大家小心一点打就可以了。它从后面出现来，这个 BOSS 就是体积大，它呢也会喷射激光，你小心不要被喷到。另外呢，它的体积很大，小心不要被它挤到就行了。BOSS 的形状啊，真的是有一点猥琐。这个激光也是秒杀的，不用多说了，不要碰到。好，有一个空档呢，咱们过来啊。因为一会儿呢，屏幕的右侧啊，它就挤到头了。上面有个空，赶紧上来。好，这段输出不错，它开始着火了。
好的，炸了二形态。二形态的弱点就是中间那个篮球了，拼着射就完事儿了。起脸输出，红了，好了，通关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红白机平台的超级间谍猎人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了。游戏呢非常的爽快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